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进行一场非常深度的知识拆解。大家其实可以想想看，一个科学界跟科技界最近吵翻天的核心问题：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做真正的科学研究？各位如果有在追踪最近的科技新闻，一定会发现一个非常极端的现象，对吧？一方面，科技巨头跟创投们把几百亿美元的资金疯狂砸进 AI 生技领域，他们几乎觉得 AI 明天就能治愈癌症了。但另一方面呢，那些每天在实验室里处理真实细胞跟数据的科学家，却对这些连简单单字拼写都会出错的大型语言模型大翻白眼。到底谁才是对的？其实，从一个会说话的聪明机器人，到一个能够自主发现新知识的科学家，这中间有着非常巨大的鸿沟。今天我们就要透过 Anthropic 最新发布的 BioMystery Bench 基准测试，来为大家彻底拆解这背后的逻辑，看看 AI 是不是真的已经跨越了那道鸿沟。准备好了吗？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拆解旅程非常清楚，我们会走过5个阶段。首先，我们会聊聊 AI 评估的历史困境，接着去理解为什么生物学会这么混乱。第3步，介绍 BioMystery Bench 这套解决方案。第4步，直接看最新的 Claude 模型跟人类顶尖专家的巅峰对决。最后，我们会深度解析 Claude 解决科学难题的底层逻辑。好，我们马上开始。重点来了哦，我们进入第一部分 ，AI 评估的历史困境。我们要来看看 AI 的评估标准是怎么从早期的聊天机器人一路演进到自主的科学代理人。让我们先把时间轴拉回来看一段 AI 的发展史。我们到底怎么判断一个 AI 有多聪明？过去几年，我们非常依赖各种标准化的知识测验，感觉就像是让 AI 去考大学联考或是律师执照。只要 AI 能背出正确的法条，或是解开复杂的数学题，我们就觉得它很聪明。但是随着技术越来越进步，大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会考试跟真正在实验室里做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完全是两回事了。所以我们必须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 AI 真的能做真正的科学吗？这真的不仅仅是个哲学问题，更是现在大型语言模型面临的终极挑战。毕竟真正的科学研究不是在4个选项里挑一个正确答案，真正的科学是要面对一团混乱的未知数据，提出假设，设计实验，然后在充满杂讯的环境中找出隐藏的规律。如果 AI 做不到这点，它就永远只是一本超级维基百科，而没办法成为真正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引擎。为了让大家更清楚这两者的差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两者时代的评估标准。在过去的聊天机器人时代，我们用的是 MMLU Pro 或者是 GPQA 这类的测验。这些测试主要是在看 AI 对物理、化学或生物知识的掌握度。说穿了，这种测试本质上是封闭的，答案早就在人类的知识库里面了。但是现在进入了代理人时代，评估标准完全不一样哦。现在的测试像是 Blade、Bixbench 或者是 Scigem， 他们要求 AI 必须要具备执行实验、分析庞大数据集，甚至阅读最新文献的能力。这代表 AI 必须主动出击去解决开放式的问题。从实务应用的角度来看，在封闭测试里 AI 如果产生幻觉答错了，顶多就是不及格。但在真实的实验室里，如果 AI 推论错误，那可是会让研究团队白白烧掉几百万美元去合成出一种根本没用甚至有毒的蛋白质。所以在这种真实情境下，死背知识一点用都没有。 AI 必须展现出真正的研究推理跟实务操作能力。我们继续聊下去，进入第2部分，为什么生物学是一团混乱？还有我们在评估活体系统时，到底面临了哪些独特挑战？到底为什么评估 AI 的科研能力会这么难？其实我们常常开玩笑说，物理学是非常优雅的，有明确的万有引力常数，有精准的相对论公式。但是生物学呢？生物学真的是一团混乱，光是一个单一的细胞里面就有超过2万个基因在互相干扰。当我们想用一套标准来帮 AI 打分数的时候，马上就会撞上一面叫做生命复杂性的高墙。
具体来说，生物学研究有3个很难避开的挑战。第一，研究一个问题常常有好几种正确的方法，不同的科学家因为背景跟资源不一样，选的分析路径就完全不同。第二，在充满杂讯的数据集上面，研究人员必须做出高度主观的决定。这点有写过论文的人一定懂。同样的数据，同才审查委员2号可能觉得你的标准化方法全错，但委员3号却觉得你的设计超级完美，这真的充满了主观意见。第三，科学界到处都是连人类自己都还没办法解答的开放性问题。你想想看，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帮 AI 改考卷呢？对吧？为了让各位更具体的体会这种生物学的混乱感，我们来看一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案例——二甲双胍配论。二甲双胍是一种很常见的口服糖尿病药物，它便宜又有效。可是医学界一直被一个问题深深困扰着：为什么有些第2型糖尿病患者吃了二甲双胍反应很好，但其他人吃了却完全没效？各位知道吗？就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药物反应问题，居然让全球顶尖的代谢学专家跟遗传学家头痛了几十年。这就是生物学迷人却又让人崩溃的地方。我们来稍微梳理一下，科学家在找这个答案的时候，经历了多么混乱的过程。在2011年，有一项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报告说，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预测二甲双胍药物反应的基因变异，这在当时真的是个重大突破。结果没想到，就在隔年2012年，另一个糖尿病预防计划在糖尿病前期患者身上测试了完全一模一样的基因变异，结果居然发现毫无关联。同样在2012年，又有另一组研究人员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荟萃分析，把很多世代的研究数据全部倒在一起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基因变异的影响确实存在，但效果超级微弱，几乎没有什么临床预测的价值。大家发现了吗？面对充满杂讯的生物数据，人类科学家因为主观的分析设计跟资料处理方式不一样，最后竟然得出了完全互相矛盾的科学结论。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我们进入第3部分 BioMystery Bench 解决方案。这是一套专门针对计算生物学设计的，完全可以验证的标准测试系统。身为一个分析师，我们必须思考一件事：既然人类专家的主观判断这么不可靠，那我们到底该怎么设计一个公平的测试来评估 AI 呢？Anthropic 团队就提出了一个突破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BioMystery Bench。简单来说，它是一套包含了99个真实世界生物资讯学问题的题库。但请注意，这99个问题可不是随便乱出的，它们完全是从原始生物数据中萃取出来的客观事实，而且是受到严格控制、可以验证的物理与化学属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感觉就像是我们终于在这团混乱的生物学烂泥里面找到了像物理学那样明确的锚点。这代表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客观存在的绝对真理，而不是某位科学家自己主观推论出来的结论。他用数据的客观现实彻底取代了人类的主观意见。这套测试系统其实建立在3个非常强大的逻辑框架上面。第一，它是方法不可知的，意思就是说，系统只帮最终的结论打分数，它完全不在乎 AI 中间是选了哪一条分析路径。这点真的非常关键，因为它给了 AI 绝对的科研创意自由， AI 完全可以自己开发出人类从来没想过的新方法来解题。第二，它坚持客观真理，答案必须建立在经过证交验证的原数据上面。也就是说，这个答案早就被其他独立的实验方法证实过了，没有任何模糊地带。第三，它具备超越人类的潜力，因为问题都是从客观数据里抓出来的，所以测试里面可以大胆放进那些极度庞大、极度复杂，连人类目前都根本解不开的超级难题。我们具体来听听看这些任务到底长什么样子。举个例子，AI 必须从成千上万的单细胞 RNA 定序数据里面，精准认出这到底是哪个人类器官的细胞，或者它要从定序数据的变化中反向推导出实验组到底被移除了哪一个特定的基因。
甚至他还要从全基因组定序序列里面，像做亲子鉴定一样，找出特定样本的父母亲来源。其实这些任务都有一个共同点，就跟我们高中数学学过的原理一样，验证一个答案永远比从头推导出一个答案来得简单很多。这就确保了，就算题目真的难如登天，它的答案依然是客观的，而且能够被系统自动验证。我们继续聊下去，进入第4部分 Cloud 对决人类专家。这是一场测试最顶尖 AI 模型跟人类生物咨询学研究员实力差距的终极对决。为了确认 AI 到底具备多少科研实力，研究团队安排了一场在真实科学泥淖里进行的近身肉搏战。他们把这99个客观问题分成了2个完全不同的组别。第一组叫做人类科解决任务，总共有76题。这76题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5位顶尖人类专家组成的小组里面，至少有1位能够成功解出正确答案，这代表了目前人类专家的能力范围。而第2组才是真正的重头戏，也就是人类困难任务。这组包含了23个极度困难的问题。各位，这23题是整个专家小组的5位顶尖学者全军覆没，绞尽脑汁也完全解不出来的超级难题。那么 AI 在这道人类完全跨不过去的高墙面前，表现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公布这个绝对会让你震惊的数据。Club Mythos Preview 这个模型竟然达到了高达30%的解答率。你真的没有听错，在那些让全体人类顶尖专家束手无策、完全卡关的人类困难任务里面， AI 成功破解了将近1/3。这真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工具应用或者是资料整理而已了，这是实实在在的科研突破。AI 清楚地证明了它有能力去触及那些人类知识边界之外的领域。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 AI 已经证明它不只能做好人类会做的事，甚至还能解出人类无解的问题。接下来进入第5部分 Claude 到底是如何做科学的？我们要来拆解驱动 AI 科研能力的底层策略。身为分析师，我们绝对不能只看表面成绩就拍手叫好，我们必须把 AI 的认知过程拆解开来，找出它的秘密武器。根据这份报告的深度拆解，我们发现 Claude 展现了2种破坏力极强的解题策略。第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全知全能者，它能够直接调用内部庞大无比的知识库，瞬间整合几十万篇论文跟结构生物学的资讯。而第2种策略，我觉得更加展现了 AI 的成熟度，叫做知道自己不知道。当 AI 遇到高度不确定的复杂状况时，它绝对不会盲目瞎猜，而是会同时展开好几种不同的分析方法，然后透过交叉比对，找出所有证据都指向的那个真相。我们先来深挖一下全知全能者这个策略。Claude 能够在极大规模下很直觉地认出 DNA 序列里面的隐藏模式。它直接运用庞大的预训练数据，跳过了人类科学家本来需要花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能做完的手动荟萃分析。这里可以举一个非常经典的历史对比。大家知道生物学史上第一个真核生物启动子，也就是很有名的 Theta 核是怎么被发现的吗？那是当初的人类科学家盯着无数的基因序列，靠着深厚的经验跟一种科学直觉，发现 Theta 这个特定序列一直重复出现才找到的。而现在呢， AI 正在用人类大脑根本追不上的规模跟计算速度，展现出这种纯粹的科学直觉，把完全不同生物领域的知识瞬间融会贯通。我们来看看第2种策略，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个策略真的展现了极高的科学严谨度，它的运作步骤非常精细。首先，当 AI 发现某一种单一分析方法的信息指数太低的时候，它会主动踩刹车，承认自己还不确定。接着，它会平行启动好几个独立的分析工具。最后，它会严格去比对这些不同途径跑出来的结果。只有当多条证据线路都指向同一个结论的时候，它才会确认答案。我们来对比一下，这其实就是最顶级的人类科学家在面对未知时的标准做法了。
这就像是生物学家在确认一个基因功能的时候，为了消除单一实验方法的盲点，会同时用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加上 RNA 干扰技术，确保结果不是某一种工具造成的假象。各位，现在 AI 已经内建了这种最顶级的科学家思维，而且还能全自动化执行。听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怀疑，这会不会只是 Anthropic 为了推销自家模型，自己做出来的单一测试巧合？其实，这份资料同时也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第三方背书。大家熟悉的生技大厂基因泰克跟罗氏，最近也发布了他们自己的评估系统 Comp BioBench， 测试结果证实了完全一模一样的趋势。Claude Opus 4.6 版本在整体的任务里面达到了81%的超高准确率，而且在最困难的题目中也拿下了69%的优异成绩，就对整个制药产业来说意义非常重大。这个交叉验证彻底确认了一件事 ，AI 在生物资讯学领域的强大能力绝对不是靠运气，而是非常稳定而且具备极高商业与实用价值的技术实力。说真的，从一个只能理解长篇大论的聊天助手，到现在能够在复杂数据里面找出人类盲区，甚至独立验证真伪的自主科研代理人 ，AI 的进化速度实在是令人敬畏。这让我们不禁想问一个问题：如果 AI 已经能够破解人类顶尖专家都无法解决的难题，那么接下来它会解开哪一个困扰我们人类100年的科学谜团呢？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 ，AI 已经从聊天机器人进化成自主科学家，透过 BioMystery Bench 这套严谨的测试，证明 Claude 不仅达到专家水准，更在人类无解的难题中取得30%破解率。它运用庞大知识库与交叉验证策略，宣告了 AI 协作探索科学的新时代正式到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